好久没有出行啦，今天我要趁周末到意大利的南部去玩一下。布达佩斯的天气已经开始降温了，所以要到温暖的意大利南部再去享受一下今年夏天的阳光。出发吧！发现布达佩斯机场里新设立了帮助乌克兰难民的摊位。任何持有乌克兰护照的人都可以在这里领取一个12欧元的餐券，用于在机场里购买任何食物。自从俄乌战争开始至今，已经有超过3000多个乌克兰人滞留在布达佩斯机场，无法回国了。这次的设备基本上全部都更新了，带了一台这个新买的大疆 Pocket 2，还有一台手机，还有 Insta360也是必备的，因为可能会去潜水。普利亚大区基本上都是玩水的，所以肯定要带上防水的拍摄设备。还有新买的这个索尼的 ZV-1，这台新买的索尼 ZV-1 真的比之前那台小了很多，所以带着非常方便。还有这个必备的自拍杆，到哪都得带着。这次的装备就是带了一个这个背的小篮子，还有一个行李箱，算是比较轻便的出行装备。可以给大家看看我这个包包里面都有什么。是一大包充电的设备，有2个充电宝，然后各种线这么一大包，各种充电线以备不时之需。然后一把小阳伞，这个小包包是带护照还有现金的，然后各种拍摄的设备都是用这种小布包装起来，以防磨花。还有一瓶防晒霜，一个太阳眼镜。要去海边。租车公司的生意真的超好，你看这里排队的人都是等着租车的，因为现在是旅游旺季了。而且我发现无论是布达佩斯还是巴黎的机场都很多美国人，就是我以前没感觉有这么多美国人。然后是不是因为美元对欧元都快1:1了，所以美国人都跑来欧洲玩，因为真的很划算，对于他们来说等于打了个8、9折了。好晒啊！戴了口罩主要是为了防晒。现在来到了租车的提车点了，这位大哥带我过去拿车，真是矫情，又怕晒又要玩。垃圾。要检查一下，这个车本来就很多问题了，被划得好伤啊！哇，好热！这个车里面先开空调，让它降一降温，然后准备好出行需要的东西。手机地图已经查好了。然后相机放在旁边，准备着随时自拍。然后我还带了 USB， 可以听喜欢的音乐。呀呼，出发啦！又是一台手动挡的车，感觉在欧洲基本上没可能租到自动挡的车了。因为我贪便宜。进入市区之前，打算在郊区的一个超市买点物资。不然等会儿到市区不好停车，就比较麻烦了。这么热的天气，一定要多买一点饮用水备在车里。但是太阳太大的话，饮用水放在车的后备箱里，就好像也喝了也不太好。但是还是买一点以备不时之需吧。其实我还挺喜欢租车旅行的，就是可以去到一些
人迹罕至一点的地方。但现在说实话就挺贵的，不仅仅是租车费涨了，而且油价也是全面上涨，比以前贵了2倍。哇，现在开到海边了。现在我直接驱车前往距离巴黎30分钟车程的 Polignano a Mare。哇，现在还是超级热闹的，和我1月份来的时候截然不同的景象。我1月份来的时候，这条桥基本上只有我一个人，你看现在超级热闹的。哇，1月份来的时候，下面这个海滩一个人都没有，现在人山人海的。Polignano a Mare 是普利亚大区最受欢迎的海滨小镇，海边悬崖上密密麻麻的房子是这里独特的一景。在这里清澈的海水里畅泳一番，也是非常享受的体验。海边这里找了一个礁石，然后这里有一个小海洞，从这个海洞钻出去就可以在悬崖边游泳了。除了美丽的海景，小镇里窄窄的白色街道、精致的地中海风格建筑群，还有夏季的热闹氛围也非常吸引我。在镇子里闲逛了一圈之后，我要到附近的 Grotta Palazzese 石窟餐厅，它可曾被评为世界上最美的餐厅哦。到这个餐厅一定要提前订餐，然后订好餐以后呢，酒店会发给你一个指定的停车场的地址，然后你可以把车停到停车场，然后停车场会有专车把你拉到餐厅去。因为在 Polignano a Mare 这个地方，本来城市就很小，而且现在旅游旺季，街道又窄，停的车又多，就根本不可能找到停车的地方。Grotta Palazzese 多次被评为世界上最浪漫的餐厅。餐厅名字的意思就是洞穴宫殿。一进门就沿着楼梯向下走了3-4层，一出楼梯间，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亚得里亚海。餐厅就坐落在海边的悬崖洞穴之中。复古的灯饰、粗犷的岩洞，还有波涛汹涌的海浪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视觉美感。身处在这个环境中，真是让人感觉特别愉悦。就我在网上有看到很多人晒这个餐厅环境的照片。来之前其实我也已经知道，就这种地方它的食物肯定是就一般般，但是还是很想来，因为这个环境真的很独特。我想来这里的人，他们对食物还有服务都不会有特别高的期待，主要都是稀罕这里的氛围。今天超级大风。这里有2种菜单选择。固定菜单有6道菜的 Essenza 235欧和4道菜的 Istinto 195欧。固定菜单是由大厨推荐，不可以自己进行菜品选择。另外一种就是可以自由选菜的 à la carte 235欧可以任选4道菜，195欧可以任选3道菜。就是我来了已经半个多小时了，然后点了食物也点了水，但是过了这么久他们水都没有上，因为刚才一直也顾着拍照，顾不上管他们，太漂亮了，这里每个人来到都一顿狂拍，然后所以就忽略了他们服务的质量。再等一等，看看我的水什么时候能上。一个小面包，水上面一点。
一道菜上了，是一个 scallop 扇贝。说实话，对他们的摆盘真的有点失望，就很不讲究，好随便哦。第二道菜上来了，是一个龙虾。哎呦，我本来打算美的，但是太大风了，所以把头发绑起来算了。就是想扮一下美人都不行。在日落时分来这个餐厅还是蛮不错的，从海的颜色，从中午的蓝色，然后渐变成浅紫色。那觉得这里的服务就是做的挺不走心的，不过毕竟他们也不是卖服务，也不是卖食物出品的，就是卖这个环境和气氛。就他们上菜之前会有一盘面包精选嘛，然后我想要无麸质的，他们就直接把那些有麸质的拿走，只给我无麸质的那几个。然后如果是好一点的餐厅的话，他们肯定会再另外多做几个给你，就不会把东西直接减量。虽然是我有特殊要求，但是一般是这个价位的餐厅，这个档次的餐厅，他们一般会做的更好一点。就例如我想要无麸质的，他们会额外再多给我几个别的东西，或者是再给我另做一些无麸质的东西，就会更加贴心一点。但是这里就不会不过也不能说什么了，因为来之前就知道大概这个样子了，但是还是挺享受他们这里这个环境的。最后一道是这个羊肉，就是他们的摆盘很随意，就好像也没有什么设计感的。榛子上面还铺了一层是洋葱吧。太大风了。Francesca and Natalia. She's inviting me to have her dessert. So nice of her. It's so very much. Well, this is the dessert I ordered that has matcha cream cheese, pistachio, strawberry, and chocolate. And Will is going to taste it and tell us how amazing this is. I'm excited to know her taste with this dessert here today. Oh, Willow, tell us. So the middle is really creamy. I think it's a little bit too sweet though. This cake part is really cheesy and it's milky as well. I think it's good in general. So we all agree that this place is beautiful, but the food and the service is just not on par to the environment. Agree completely. It's beautiful. I think it's like breathtaking. I don't think we're gonna ever see this, but the food is okay, and the service was not great. I think that if you're gonna come here, the service can be better and the food as well. So if you come here, it's just to see the view. Agree. 每次出来旅行都会遇到一些非常可爱的人。刚才那两个女生是波多黎各人，然后一起聊天聊得很开心，还请我吃甜点。就我们三个人都一致认为这家餐厅它的景色真的很美，氛围也非常唯美，但是食物的质量还有服务真的跟不上，都很一般。因为我们三个都是在世界各地也吃过不少餐厅，就感觉他们这里这样子的服务水平就浪费了一个这么美好的地方，跟它的景色还有价位不匹配。还记得我在前面说了，坐了半个多小时，他们都没给我上水吗？就是到最后，他们还是没有给我上，并且还是收了那个水的钱。我结账的时候说，你们一直都没有给我上水啊。然后收钱的 waiter 就说，哦，这样啊，那我们过几天会把这个钱退给你，但是他们并没有退了啦。首先是我自己发现他们没有给我上水的，我不说他们都不会提的。
第二就是在我做视频的此时此刻，已经过去了2-3个星期了，他们也没有给我退那个钱。所以这里的服务质量大家可想而知啦。我觉得这个餐厅最好的服务就是停车场接送这个服务了，其他真的一般般。就是他把我们从餐厅接到停车场的路程大概就4-5分钟车程，但是如果走的话就要走好久好久。那么这种价格偏高、口味一般、服务质量不行，但是景色非常独特美丽的餐厅，大家会来吗？请在留言区评论告诉我你的想法哦。